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聊一个中文学习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你学习这么久，你好像又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什么叫又进入？就是你从这个瓶颈期没有出来啊，你挺痛苦的，挺难受的。为什么？为什么偏偏轮到我待在这里？为什么你看那些同学，他轻而易举的就学会了？为什么我在这里苦苦的挣扎？对。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有一定的这个想法的，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处在自己人生的一个困境之下，因为我觉得人生里头的所有事情在底层都是相通的，学习中文也罢，学习任何别的东西，或者你在关系里头，你的个人成长里头，所有东西你都会经历一个低谷期，你都会处在那个地方，你特别的痛苦，特别的难受。当然，在这个难受之前，你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啊，你是处在一个迷茫期，你不懂为什么我在这个状态下，我只是觉得自己不舒服。接下来你会开始去分析，你会看得越来越清晰。哦，原来问题出在那儿。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原来这个才是我现在陷于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很多人学习中文到一定程度上，也会进入这个低谷期，或者说平台期，反正就很难前进了。感觉中文已经变成了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么一个事情。那怎么样？究竟应该怎么样跳出来、爬出来呢？这个其实我能给大家一个方法，今天其实也是我才学到的。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设想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人呢，有时候不要过分的去以负面的情绪去推动自己。比如说，我们处在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里头，我们不要去设想啊，我假如这个样子，后面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何妨跳出这个思维啊？我们去想象一下，假如我的未来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假如我学会了中文之后会怎么样？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假如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想象的越仔细，我们最终实现的时间会越来越快。对，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这其实是我现在做很多事情的一个想法。就比如现在我在推小班课呀等等，或者我在做大书小站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脑子里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的。我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它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是在我的脑子里是在未来一定可以实现的这么一个场景。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我是可以直接达到那个状态，那我就会想象我可以达到那个状态。这个其实并不是在做一个白日梦啊。有些人说你每天做白日梦有什么意义？但我就告诉你，就是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从白日梦先开始的。你首先假设你到那个状态之下，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你得明白，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有了一个具体的东西，具体的这一个目标摆在那儿，你就知道我一步一步怎么朝的那个方向走去，最终拿在手里。对，而且就是假如你不去想象这些东西，你脑子会是空空如也的，因为你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假如你对未来这个场景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想象的，你想到了，比如说我到未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比如说想到非常多的细节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脑子其实会进入一个潜意识的这个自动运行模式，就是你在其实没有感觉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会帮你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想法会层出不穷，你遇到的困难困境的时候，会不断的涌现出不同的解决方法，让你遇到一个个问题，
一个一个去解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人生，我是觉得人生的道路就是你不断解决问题的这么一条道路，弯弯曲曲的，它会有不断的很多障碍的出现，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完全设定好的这条路就能一定达到你的目标的，没有的。你可以设定一个比较远的这么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不断的去想方法去解决它。所以说到中文学习也是如此的，最终你们可能每个人达到的这么一个结果是那个样子，就是说我中文很流利了，这其实是一个泛泛而谈，你知道吗？怎么流利，每个人最终实现的这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实现这个途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想得更具体，你想得更具体，就是你作为这么一个人，比如说你想象1年之后我的中文到达什么样的水平，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是有一个中文母语者的配偶的，我可以和他正常的交流，用中文说话，和他开玩笑说情话，这个时候可以见到他的父母，我也可以说一些俏皮话，对吧？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也可以享受中文电视剧，比如这个时候我也可以看一些书，对不对？这个东西你会想象的越具体越好。比如说你喜欢看的电视剧叫什么名字，而且你会知道里面它有哪些难度，它困扰你的是哪些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我可能有一半的字我都不认识，那么我希望1年之后我的所有字都认识，98%吧都认识。比如说我现在其实说中文这个感觉就是外国的腔调非常重，我希望到时我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腔调啊，我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口音，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它是流利的，就是一句话说出来它是很流利的，不会中间有特别多的停顿。同时我也希望在1年之后我的表达方式是更为的丰富，有更多的复杂的表达方式，而且可以谈论一些更为复杂的话题，不会只是流于表面。就算我有一个比如说中文母语者的配偶，我和他其实平常说实话只能聊一些很表面的东西，我们没法深入内心，对不对？我希望我们能进行一些深入内心的话题，或者我对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也挺喜欢的，我想通过我自己中文的能力，倒是真正能用中文去了解这些文化，同时去聊这些文化，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是你能想象的越具体越好。你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假设就是未来的1年之后这一天，你那个时候中文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这些所有东西只要你想象的越具体，它其实就像自动的输入你脑子的一个个程序，它进入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模式，你的脑子就会不断的提醒你，你要去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同时它会不断的为你出谋划策。对，它会告诉你，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帮你实现这一个目标，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帮你实现另外一个目标。这个时候好像你就有了一个帮手，有一个随时能帮助你的人。其实很奇怪，其实都是你自己。但是假如你这个时候你脑子里没有一个怎么说愿景的话，你没有一个比如说1年之后这么一个很具体的目标的话，你脑子是很懒的，你只能进行一些理性的思维，就说可能我要达到这么一个目标，要变得流利通顺，我应该怎么做。完了，这个目标太宽泛了，说实话，太宽泛的东西我们可能在当下一时兴起我们会做这么几天，但是我们很快就放下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陷于这个困境里头，最大的一个问题，对，我反反复复强调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愿景，非常具体的想象出来一个愿景，
就假设1年后、2年后你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么一个愿景，那它就不存在你的潜意识里，那它就不会在你的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里头不自觉的冒出很多方法、很多想法，去帮助你最终实现这么一个目标，最终能让你成为这么一个人。所以其实学习中文，你说吧，它是很死板的东西，但同时它也是很灵活的东西。它是很单一的东西，好像在学习语言，但是它又是和所有人生的一些经验都是交融在一起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假如你还没有对未来的一个愿景，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想象、一个设想的话，那么从今天开始，从看了这期视频之后开始，好好的坐在那里想象一下，就给自己设定一下1年之后我是怎么样一个状态。